最近30年国运急速衰落的10个国家，本期虎先生奇谈为您逐一盘点。近30年国运跌落最惨、落差最惊人、复兴希望最渺茫的10个国家，看懂他们一手好牌彻底打烂的全过程，读懂治理失序、产业畸形、地缘动荡带来的100年代价。榜单从第10名到第1名正式开启。第10名，立陶宛。苏联工业新城沦为人口空心化空城。1996年刚独立5年的立陶宛是苏联重点打造的波罗的海工业枢纽，境内核电基地、精密机械加工厂、港口产业链完整，全国人口370万，工厂满负荷运转，青年劳动力充足，依托波罗的海出海口，外贸潜力巨大。彼时，西方普遍预判它会快速成为东欧富裕标杆。30年过去，立陶宛彻底陷入全方位衰败。第一大灾难是人口断崖流失，30年间总人口缩水近1/4，仅剩280万。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大规模移民西欧，城镇工厂、幼儿园、中小学大面积关停。昔日工业新城沦为老年空城，大片居民区闲置废弃。第二，本土完整工业体系拆解，国有重工业、核电配套产业全部私有化变卖，本土制造业空心化，仅剩下低端代工与服务业，产业没有核心竞争力。财政长期依赖欧盟补贴，本土产业无法创造足够就业，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红线，老龄化彻底锁死发展潜力。无大规模战乱，无恶性通胀，却在和平环境下持续失血30年，国土、区位优势全部浪费，成为欧盟内部最典型的空心化衰败国家。第9名，津巴布韦，非洲粮仓跌落通胀地狱。90年代中期的津巴布韦是非洲少有的富庶稳定国家，规模化现代农业供给整个非洲南部，烟草、粮食、棉花常年大量出口，工业、矿业配套完善，货币汇率稳定，津巴布韦元可兑换1.47美元，医疗教育体系完善，白人农场主搭建完整外销产业链，是公认的非洲经济样板。2000年，激进土地改革成为国运转折点，大量具备技术、资金、海外渠道的白人农场主被迫离开，全国农业生产体系瞬间断裂，粮食、经济作物产量断崖下跌，从粮食出口国转为粮食进口国，财政收入大幅缩水，西方同步实施长期全面制裁，矿产出口渠道受阻，政府为填补财政缺口，开启无节制印钞。2008年，通胀飙升至天文数字，100亿面值纸币沦为废纸，民众毕生储蓄一夜清零，工厂停工，外资全线撤离，失业率常年维持高位。30年持续反复的货币崩溃，物资短缺，外汇枯竭。曾经的非洲粮仓，如今常年依赖国际粮食援助，中产大规模逃往南非谋生，农业、矿业双重根基彻底损毁，经济循环完全断裂，复兴周期遥遥无期。第8名，希腊欧元区高福利富国，沦为债务泥潭。1996年的希腊，依托航运、海岛旅游、农产品出口快速繁荣，即将加入欧元区，全民优厚福利，超长假期、高额退休金，公共岗位大规模扩招，人均收入稳居欧盟中游。雅典、圣托里尼等旅游城市全球知名，楼市、服务业持续扩张，国民普遍习惯高消费、低储蓄，全社会默认经济会永久繁荣。2009年，掩盖多年的巨额债务彻底曝光，主权债务危机全面爆发，成为欧元区风暴中心。为换取欧盟 IMF 救助，希腊被迫执行严苛紧缩政策，削减退休金，大规模裁撤公职，大幅加税，砍掉民生福利。2008至2013年，经济总量萎缩超 25%， 失业率峰值突破 28%， 青年失业率超过 55%， 大量中产破产，房产大幅贬值，海岛旅游商户批量倒闭，数十万青年移民德法等西欧国家。30年过去，希腊始终深陷高负债、低增长循环，工业基础薄弱，产业单一，财政常年入不敷出。曾经悠闲富足的南欧发达国家彻底失去经济增长动能，民生标准大幅倒退30年前。第7名，黎巴嫩。中东金融巴黎彻底经济崩盘。90年代中后期，结束内战不久的黎巴嫩快速复苏，贝鲁特依托自由金融体系，成为中东富豪储蓄、投资、商贸核心枢纽，旅游业、奢侈品、高端服务业繁荣，多元包容的环境吸引全中东资本流入，人均收入稳居中东前列，被称作中东小巴黎。民众拥有海外资产，跨境度假成为常态。宗派割裂的政治体系埋下永久隐患，各派政客持续拉扯，
政府常年无法正常履职，外债规模不断累积，依靠外部援助维持表面繁荣。2019年史诗级金融危机爆发，世界银行认定这是19世纪以来全球最严重的经济衰退，银行永久冻结居民存款，本币贬值超 95%， 物价上涨上千倍。2020年，贝鲁特港口特大爆炸摧毁全国仓储、外贸核心设施，30万人流离失所。叙利亚难民持续涌入，持续消耗本国财政。如今全国超80%民众陷入贫困，电力每日仅供应2小时，医院药品、医疗器械短缺，高端服务业、外资企业全部撤离。曾经中东金融中心彻底衰败，富豪群体全面移居欧美，城市基建、民生、经济根基全面崩塌。第6名，南非，非洲唯一发达国家持续倒退。1996年的南非是全球公认非洲唯一达到发达国家标准的经济体，坐拥全球顶级黄金、铂金、钻石、矿产、完整冶金、电力、机械军工产业链，电力供给覆盖大半个非洲，城市基建完善，工业产值、人均收入甩开所有非洲国家，军工可自主研发战机、潜艇，一度具备核研发能力。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，掌握资本、技术、管理经验的白人精英大规模移民海外，巨额资金、核心技术同步外流。政府推行激进扩张福利政策，财政支出暴涨，却无配套产业增收。全国电网30年未大规模翻新，常年全国性停电，工厂生产停滞，制造业持续向外转移。如今全国失业率接近 50%， 青年就业近乎绝望，贫富差距持续拉大，富人区与贫民窟隔街相望，矿产出口长期被国际资本压制，本土工业持续萎缩。治安犯罪泛滥30年时间，从非洲经济龙头沦为高贫困、高失业、高动荡的发展中国家。工业、能源、矿业3大支柱同步衰退，国运持续下行，无反转迹象。第5名，阿根廷，百年富国反复陷入债务通胀死循环。1996年的阿根廷依靠农牧出口维持稳定繁荣。90年代前期，人均收入稳居拉美前列。布宜诺斯艾利斯依旧保留南美巴黎的繁华底子，外资持续涌入，民众消费能力强劲。彼时，全球不会有人预判它会持续30年深度沉沦。阿根廷百年衰败趋势在近30年彻底加速，政局频繁轮换，经济政策在极端自由主义与民粹福利之间反复横跳，每一届政府疯狂扩张福利，透支财政，下一届只能强行紧缩，政策连续性完全断裂，政府常年无节制，举借外债，依靠印钞平衡财政，通胀常态化。2001年爆发，当时全球最大规模主权债务违约，冻结全民银行存款，数周更换5位总统，40%民众跌入贫困。2014、2020年2次再度债务违约。2026年年通胀突破 280%， 手握全球顶级耕地、农牧资源，却无法搭建稳定产业循环，资本持续外流，制造业持续萎缩，中产工资永远跑输物价，30年多次繁荣假象后持续坠落，资源优势完全无法转化稳定国力。第4名，俄罗斯，超级大国解体后全方位失血。1996年的俄罗斯继承苏联70%领土，完整重工业、军工、能源体系，彼时外界仍认为它具备快速复苏、重回大国行列的全部条件：广袤国土、海量油气矿产、完善科教军工体系，拥有翻盘的全部先天底牌。90年代休克疗法成为国运分水岭，全面私有化让本国寡头瓜分全部国有资产，物价瞬间暴涨，10年间经济大幅缩水。1989年，俄罗斯 GDP 一度是中国2倍，10年后仅为中国1/3，人口出生率暴跌，死亡率飙升，青壮年人才持续移民欧美，大量军工、科研单位废弃，完整产业链断裂。后续能源产业成为唯一支柱，产业结构彻底单一，制造业、轻工业长期薄弱。2022年地缘冲突爆发后，西方全面制裁，外贸通道受限，军费持续吞噬财政预算，经济增长常年低迷，工业复苏进度缓慢。30年过去，丢掉大量优质耕地、工业基地、出海口，从超级大国继承者沦为资源单一型国家，科教、工业、民生全方位倒退，大国根基持续松动。第3名，也门，扼守全球航运要道，却沦为战乱炼狱。90年代统一后的也门，依托曼德海峡航运红利、渔业、少量石油资源稳步发展。90年代中期，城市商贸繁荣，港口航运产业持续增收，周边中东国家普遍看好其区位潜力，
扼守红海通往印度洋唯一出口，掌控全球半数石油运输航线，理论上拥有永久红利。先天国土破碎，山地割据，部落分裂，天然无法形成统一中央集权，教派矛盾，地方武装长期对立。2011年后，全面内战爆发，多国势力介入博弈，国家彻底撕裂，石油产能持续下滑，航运红利完全无法转化，民生福利，全国90%区域缺水、缺粮、缺医疗，30年持续战乱，基建全部损毁，80%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，饥荒、瘟疫常年蔓延。原本掌控全球顶级航运咽喉，却沦为中东最贫穷、最混乱的国家。地缘优势完全转化为灾难根源，无稳定产业，无完整治理体系，复兴难度全球顶尖。第2名，乌克兰，欧洲粮仓工业强国沦为战争废墟。1996年的乌克兰是苏联核心工业、农业双重重镇，拥有全球顶级黑土地粮仓、完整军工、造船、航空、重工产业链，掌握大量核武器、航母、战机研发产能，科教体系完善。彼时经济学家普遍预判它会快速跻身欧洲中等发达国家。独立后一系列致命操作彻底葬送国运，主动销毁全部核武器，失去战略安全底牌，寡头瓜分国企资产，完整工业产业链被拆分变卖，造船厂、军工工厂大面积废弃，政坛频繁更迭，政策朝令夕改，外资长期不敢长期投入，年轻人持续大规模移民西欧。2022年大规模冲突爆发，成为30年国运暴跌的终极导火索。东部工业重镇、港口、能源设施、大片农田彻底损毁，当年经济一次性萎缩 35%， 数百万民众跨境逃难，重工业、农业2大核心支柱遭遇毁灭性打击。30年，从完整工业农业强国沦为欧洲人均 GDP 垫底、满目废墟的战乱国家。先天绝佳的平原、耕地、工业底盘尽数荒废，复兴周期长达数十年。第1名，委内瑞拉，坐拥全球第1石油储量，从拉美首富跌入饥饿深渊，毫无争议。近30年国运跌落最惨烈的国家，委内瑞拉。90年代中后期，依靠国际油价上行红利，成为拉丁美洲最富裕国家，全民低价粮食、免费医疗、免费教育，汽油近乎免费，加拉加斯高楼林立，欧美移民大量前来工作定居，人均收入比肩西欧，依靠石油红利，全民享受超高福利。国家主动放弃农业制造业多元化发展，全国经济100%绑定石油出口，大规模国有化没收外资与私人企业，严苛管控物价外汇，市场生产活力彻底消失，所有生活用品完全依赖进口。2014年国际油价断崖下跌，财政收入直接腰斩，政府开启疯狂印钞，通胀峰值突破130万百分比，货币多次删除零，依旧形同废纸。长期石油制裁切断海外出口渠道，油田设备缺乏维修，原油产量持续暴跌，全国80%以上民众陷入贫困，粮食、药品、日用品全面短缺，民众凭证件限量采购，数百万民众翻越边境逃往邻国。手握全球探明储量第1的石油资源，30年从拉美首富变为物资匮乏、民生崩溃的贫困国度，资源诅咒的终极悲剧，全球无第2个案例。盘点完这10个30年断崖坠落的国家，我们能提炼出国运持续衰败的4大共性致命根源。第一，产业结构极度畸形，过度依赖单一资源、单一出口赛道，完全放弃多元化实体经济，一旦国际周期波动，经济瞬间崩盘。第二，治理体系持续失序，政党派系内耗，政策极端摇摆，盲目激进改革，无节制，透支财政，滥发货币，透支国家长期未来。第三，地缘与内部冲突叠加，内战、分裂，大国博弈，制裁持续，消耗基建、人口、产业根基。第四，人才与资本长期持续外流，技术、资金、中产集体逃离，国家失去复苏最核心的人力与财富底盘。同时我们也要明白，先天资源、优越区位、完整工业底子只能决定国家发展的下限，稳定连贯的长期国策，均衡可持续的产业布局，理性可控的财政规划，团结安定的内部环境，才是守住繁荣、避免断崖坠落的核心底气。